好吧，这个黄旅今天被压了哈。那昨天检调搜索宜兰县党部，那是很大的事情了，因为原来他们认为说宜兰是有机会把绿的罢掉的，他们说有机会哈。那被搜索以后呢，结果今天上午就3个党工都被收押了，被收押哈。那所以呢，早上3个宜兰的党工下午黄旅举人，因为黄旅举人是比较特别，因为台北市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哈。那这个所以呢，前书记长、现任书记长等3个人通通收押进监了那另外呢，这个我刚刚为什么在争议，就是说他们把关键公文带走了因为呢明天大概就是最后一天，你要2阶，因为你必须要拿到中选会评了1阶的公文，所以你已经够了，然后到中选会领那个2阶的表格跟单子才能去影印。对，他给你一个表格，你要去影印。所以你没有这个公文呢，就不能去要求。所以呢，他们说你怎么把公文都带走呢？那我们怎么去这个申请2阶呢？结果呢，这个检调开始说我们哪有带走，没有带走。到了晚上说我们不小心把它带走了。可以这样子讲吗？所以呢，这个今天就有议员因为有这个公文才能去领表了哈。好，那么现在就有50个立委，这个2阶去领表很多一阶完成了嘛，叫2阶领表。那检调说他不小心把公文带走啦所以呢，这个国民党议会党团他们就痛批说这哪是失误呢？你这是干预人民的权利嘛？你是什么意思怎么会这么关键公文怎么会被你们扣掉呢？还说是不小心的那到底怎么回事？看一下。罢免立委陈俊宇联署也爆出不实联署，国民党宜兰党部被搜索，首波约谈15人，25号凌晨领衔人等9个人，以3万元到20万元交保，另外有3人遭到声押。宜兰地院上午召开羁押庭，包括国民党礁溪党部主任李资慧、国民党宜兰党部前书记长于林杰、党部一组总干事陈坚峰都遭到收押禁见。而同一时间，国民党部指控检方搜索时带走了中选会公文，而这份公文牵涉到领取2阶罢免书。把2阶联署的公文还回来，法官让你去搜索，你搜索扣押的范围就没有包括到这一份2阶联署的公文你为什么要把它扣走？检方否认有扣走公文，也已经将公文交给律师领回，强调并不影响罢免书领取。针对国民党连番炮轰，陈俊宇呼吁理性判断。如果说是半蓝不半绿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扩大解释到底他们的这个联署过程是怎么样？这个民众一直都很纳闷。陈俊宇强调一切尊重司法，也再次质疑国民党联署程序有问题。随着2阶罢免进入倒数阶段，风波越演越烈。来自涵。好，我想先回应一下，因为刚刚乃金姐有讲到柯文哲的事情，但我还是要强调，金华城的案件其实跟橘子根本没有关系，去看起诉书就晓得了。其实，在起诉书里面，不管是某实地，或者是非常非常的腐烂的所谓的证据，都没有办法跟橘子有所连结。但他今天只是因为说，柯文哲有一个前秘书，然后呢，他叫橘子，他现在人不在国内，就把它作为一个羁押的理由。事实上，我们也觉得非常非常牵强。但我们一案归一案来说，其实这一件事情，黄旅的事情，我们既视感非常的重。怎么说呢？其实大家看到，现在不只是黄旅主委，他们台北市党部有3个人被押，宜兰3个人，台南市党部的副主委跟党工1个人。那高雄也有个罢团，他虽然不是高雄市党部这国民党党部的人，也有1个人被押了。total 加起来已经将近10个人了，而且全部都是要罢民进党立委的人。那它其实有几个策略，第一个就是呢，制造寒蝉效应嘛，把你这些人全部抓过去，先问一轮，然后手机交出来，因为这些罢免团体很多人手机都被收走了，从里面去看什么东西，看你里面跟谁有通讯，这些通讯的内容有没有值得他做文章的地方。现在看到竞检不就公布了很多的讯息吗？很多的对话内容，其实我们也问了相关当事人，根本没有对那些对话内容，但是就被他们拿来放风向。然后呢，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其实那些罢免团体，他们现在彼此之间，比方说像要罢免吴思瑶的这个团体，他们那几个人彼此之间不能联络，你要他们如何去工作？所以呢，他对外也不能发声。检调甚至给他设了一个红线，说你不能用一个劣势的姿态出来作为你罢免的理由。我想请问一下，这检调是证据办案，还是在政治办案？所以现在检调呢，就像他们的法务部长郑明谦所说的嘛，北检都在搞政治啊，不就说了大白话跟真心话吗？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黄旅今天被羁押，我觉得我要 feedback 一下那个乃金姐刚刚讲到一个东西哦。
法院的裁判的理由竟然是说，现在的判断基础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去搜了黄旅的手机之后，发现这个黄旅的手机当中有一个讯息，是他们党部里面的人传了一些名册相关的东西给他，但是这相关的东西是不是真的拿来做联署，然后是不是真的有违法？都不晓得，可是不管怎么样，现在羁押都是标配，所以这是对于人权最大的戕害。我也想要在这边呼吁一下民进党的朋友们，你们过去是最讲究人权的，任何事情都有基本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比例原则你要有，不是什么东西就标配，什么东西就是因为你有用手机，所以你可能会串证，因为现在这个通讯系统非常发达，所以呢，为了避免你串证，所以不论任何理由就把你压起来，这样就好。所以我还是想要跟民进党朋友说，其实我们都是同胞。不要玩得这么粗残。其实政治归政治，法律归法律，法律还是有一道界限在的。我们是一个法治国的原则，而不是你不分青红皂白，把人家的手机压了之后，从里面去兜证据。当初柯文哲是这样，现在的黄旅也是这样。那一讲。我很不想陷入柯文哲，但我还是必须讲一件事情啊。其实这个当然橘子的事情为什么会被传当然是因为有纸条金华 Orange 出国，这是柯文哲的纸条。出国是犯罪吗？对，那你让我讲完嘛，就是不是只有你刚刚讲的说好像似乎没什么证据了，当然是有一些引证出来，包括说什么，包括当时也有提到说橘子有经手很多钱嘛，这也当时很多证人都提出来。他跟金华城有什么关系吗？对嘛？那当然有关系啊。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啊。讲得出来吗？我们真的要陷入这个话题吗？我是很不想陷入这个话题但是这个我们都讨论过。被你们污蔑了8个月了。对，好了，我们把个案题。但我会说一件事情，我也鼓励大家去看起诉书啊。我们以起诉书为公正嘛，对不对？一个白纸黑字嘛。那橘子扮演的角色，我想今天我们真的不用过于的讨论了哈。但事实上是这样，我是觉得检方在这个议题上，我其实从头到尾都说，包括柯文哲案子，我也说要非常小心。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管做什么事情，你一定会被放大检视。所以今天你犯的任何错误，你认为是小的错误，但是一定会被政治的角度去视为说这个是不是一个政治办案，甚至于是不是你就是政治办的证据。好，所以这件事情为什么我特别这样强调呢？因为宜兰确实现在显示拿了一些不该拿的东西。那至于说是不是拿，是不是应该快点归还？我觉得当然要嘛，对不对？那是不是过去甚至于在基隆早上6点钟去敲门，也引发很多人不满？当然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个是查这个绿营的团体有没有伪造这个文书的状况嘛，对不对？但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检方做任何事情都会被放大检视，这个要非常小心。但是我觉得把检方放大检视，跟无限上纲到今天国民党的诉求，说是什么绿共说是独裁，我觉得那又是两回事。这我觉得会挑战所有人对于政治议题的一个连结跟智商。就是说，你今天你可以去公开的质疑，而且甚至我现在也在说，我认为检方有做不好的地方，甚至于你呼吁他、要求他要把它做得更好，但你不能无限上纲到今天是国家好像就是变得绿共、变得独裁，这是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我退一万步来说，今天如果真的检方是政治办案，这是史上最烂的政治办案，哪有说今天在国民党大游行之前一天再决定再继续声押黄旅锦如？如果你这样嫌国民党人数不够的话，那你就去羁押嘛。就是这个，如果真的是有政治角度去思考这件事情的话，那这个当然是对民进党100%不利啊。你不应该去声押他。如果是政治角度，所以可见他是以他自己认为他该做的事情，而不是政治的指使去做相关的这个羁押动作嘛。那我再讲一件事情就好。针对这一次，我觉得民众的因为刚刚其实我们节目这个广告时间大概讨论到中间选民嘛。中间选民如何看待这件事情？其实我认为现在国民党会需要这个可能回应的连结，就是到底426是不是跟大量抄袭名册有关？因为如果有关的话，我觉得诉求是很弱的，这是我个人的认知。但如果你们可以成功说，这是其他议题全部包在一起，而且这诉求可以成功的话，那或许很多中间选民会看说，绝对。但是如果今天最后真的变成说，因为黄旅被压，然后黄旅被压是因为当时有这个抄袭，甚至于抄袭名册非法的状况，甚至于翁小玲当时在立法院就说这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不要以身试法，针对抄袭名册的事情，然后最后国民党号召一堆人上去游行，那我觉得中间选民大家会觉得说，那这才是真的政治处理一个非政治的办案事情啊。一句话就是当然口译哥他用的这种反证来证明说，这个你去收押黄旅呢，
天426天柴火，所以呢，这是一个最笨的一个手法，可见得他没有政治办案，他就是那种反正。但是呢，我们向来就是可以看到，特别是在民进党的身上，在赖清德政府的身上，民进党向来都是啦，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他还管他姿势难不难看啊？特别是这一届的赖清德政府，在这一段时间以来，针对大罢免所采取的这些搜索、声押、收押的这个举动，完全不符合比例原则，有这样子搞的吗？那个盛楚英是共谍没错吧？20万交保。那为什么那个赖以任50万交保，他有多么了不起啊？他比一个共谍还厉害啊！挖眼睛，把人已经挖出来那个12万交保，把两个眼睛挖出来。12万交保吗？不，基本上这样了哈。这我今天上午因为我去打听到底怎么回事嘛，那时候还没有裁定这个黄旅长，他们了解内情，说黄旅没事了。我说为什么？他说黄旅最近眼睛非常不好，所以呢，他看手机，他不看 LINE 的，是，他不看这些讯息，他也不回的。那别人所以第一次说他没事嘛，把他放走。那今天为什么可能说别人传给他，他不看也不回，传给他有什么罪呢？他有没有回比较重要啊？如果他说我们应该去作假，他根本不看。听说他因为眼睛非常不好，是不看 LINE 的也基本上那个他就是说，换句话说，你现在用别人传东西给他，说他就有罪了，他就知道。那他重要的是，你如果传给我，主委我要告诉你啊，指示你办什么，有没有这点，这个比较重要嘛。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明天是26下午呢，国民党发起呢要上凯道哈，那就担心绿侧翼会去捣乱，假装是什么拿5星旗啊，穿的要统一啊，这些喊口号等等了哈。那么另外呢，这个他们说呢，马英九、韩国瑜、管中闵都受邀出席了哈，所以呢说认为这样也可能可以增加动员哈。那我的了解，管中闵会讲话的啊，应该都会讲话了哈。管中闵很早事先就答应说会去讲话，韩国瑜是到今天才决定要不要去啊，说去了啊。那韩国瑜表态呢，说要战独裁，因为他们的标题要战独裁了哈。他说台湾人头上衔了3把刀啊，第一个就是关税，第二个军演，第三个罢免。所以呢，希望恢复以前的和谐、快乐、阳光、积极啊，不要像现在这样呢，觉得好像台湾头上罩了一个乌云啊。那韩国瑜讲说有3把刀在头上，所以呢他要去。那民进党团当然生气说，这个你们这个捏造作弊令人惊讶，你还要去？你要去干什么啊？那韩国瑜说呢，检调不能成为绿营的打手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当然民进党就反对嘛，就是说院长怎么可以去，要议事中立啊等等。现在人就反击，他做的是对的事情啊。那事实上之前有人讲，你韩国瑜如果没有国民党委员支持，你会当选立法院长吗？民进党会支持你当立法院长吗？那当然有不同的讲法了哈。我们看一下，在这里以立法院院长身份要呼吁，希望全台湾所有检调人员能够保有高贵的灵魂，不要沦为政治的打手。进入院内开会之前，立法院长韩国瑜罕见面对镜头回应一番严正呼吁，剑指司法体系。检调人员是台湾可以说法律素养最强，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的公务人员。检调人员如果被广大人民怀疑只办蓝不办绿，如果继续残害台湾的民主，只有一个政党的声音，只有一个政党的执政，没有制衡的力量，这个对台湾民主来说是重大伤害。点名检调不该办蓝不办绿，要展现制衡声音。韩国瑜顺势宣布自己确定出席426大游行。立法院大家一起携手合作，能够解决悬在台湾人民头上这3把刀：关税刀、军演刀跟罢免刀。我本人会参加，也在这里呼吁所有热爱台湾民主的好朋友、关心台湾前途的好朋友，一起上凯达格兰大道。要把国内当前的3把刀拔掉，鼓励民众走上凯道，但卸下包袱的韩国瑜却被绿营质疑违反议事中立，呼吁韩国瑜院长、立法院长不要成为违法院长。我们看到现在国民党仿佛巨婴一样，得知韩国瑜确定参与游行，绿营从立院党团到中央党部发动集体攻击。不过在党一反击，到底哪来的脸批评？你一直在搞这个大罢免一个政治的一个活动，你还有嘴可以指着说什么韩国瑜适不适合去？
先回去问问赖清德，问问周荣泰，问问各部会的首长。汉子、燕子、秃子再走出来，当然对国民党里面是极度有代表性。不因绿营围攻而退缩，蓝营大咖聚首，外加民众党助攻，就是要把声音传到凯道的另外一头。梅廷伟，有人说大咖聚首，但我讲说汉子、秃子、燕子代表什么？这3个要聚在一起，就代表是人民了。人民的愤怒现阶段就是要聚集在凯道，我们要在这里跟大家拜托，明天如果大家聚集在凯道，不管风雨怎么样，我们一起风雨胜信心。但是现场如果有看到有人在乱，有人在举着5星旗，甚至在讲着要统一，请大家务必要把它摄影下来。我们的理性诉求就是希望战独裁，我们更希望在现阶段你连韩国瑜，其实我当立法委员不久啊。但是我看到韩国瑜从之前在韩市长到现在是韩院长的一个角色转换的时候，你可以发现，其实他当韩国瑜院长的时候是话会比较少一点，他一直很努力的希望能够将这个会议主持得非常顺畅。他很罕见的在这一次在接受这个采访去讲出了这些话语，包括他一直呼吁司法人员要保有高贵的灵魂。我们都希望司法真的能够给予最公正的，但是不要只是我们说不公正。在这几年的民调当中，大家对于司法改革有信心吗？大家对于整个司法系统有信心吗？人民本身就对于司法是抱有很大的疑虑了，而现阶段我们看到的是高度的政治办案，这让人民感受到这个司法已经在服务特定的政党。再来，他说他议事不中立。现在是主持议事吗？再来，我们讲的中立这件事情，难道民进党还有脸在说这个吗？是支持民进党才叫中立，支持民进党才叫做民进党想要的一切才是叫做中立。我们要再讲一次，从现在连总统到行政院长到各部会首长，铺天盖地的在抹黑在野党、批评，甚至不断的在用这些政治的手段，他们中立吗？所以我希望明天大家一起站出来。我们发出人民的怒吼。梅志涵，其实明天确实就是人民的主场哈。今天我们要看到的是，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针对很多的司法的迫害之外，我们到底人民想要说些什么？我们希望大声的让赖政府可以听得到。首先，我们先还是回到司法的问题哦。司法它当然是一把尺，但是这把尺你要如何的去运用，会不会变成政治办案，以及所有的比例原则，我们希望在一个法治国的原则之下去执行，而不要沦为这种所谓的半蓝不半绿。其实老实说，这件事情对人民是切身相关的。如果我们可以看到司法的这个天平是可以任意的倾斜的，人民是会非常的不安。第二个，我想要请所有的朋友们想一想，从赖清德总统他执政以来，已经快1年了。这1年当中，我们到底具体的感觉到赖政府做了什么？我们所能够想象到的就是他不停的要他的卓荣泰的内阁不停的跟立法委员激辩，然后呢不停的把这个3读的法案送复议，然后呢再去释宪，结果搞得这个政治乌烟瘴气，很多的事情一事无成，很多的民生议题也因此而被延宕了。这个是我们希望所看到的一个政府的一个状况嘛？更不要说现在面对这个关税的问题，其实台湾面对非常严峻的考验，但是我们的政府还是用过去这种方式激化人民之间的对立，激化人民之间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所以如果你也认为这件事情你看不下去，我们都希望大家明年426的时候跟我们一起站上街头。另外就是不要被这些寒蝉效应给吓到了。现在民党想做的就是呢，你可以去罢这个蓝的立委，但你不要去罢绿的立委。所以他们用了司法的手段，绑住了他们的手脚，捂住了他们的嘴巴。所以明天在现场会有罢免团体的帐篷。如果你也认为这种事情应该被制止的话，请站出来，一起来加入恶霸反恶霸的行列。这个韩国瑜啊，今天呢显然是有备而来了啊。而且韩国瑜呢，每次讲话呢都有亮点，他讲那个3把刀哈，而且呢看得出来，就说他今天呢是特地的啊，他是特地以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去呼吁检调啊。他必然呢是有经过一定的考量，他也知道呢，他讲这个话之后呢，他会引起的绿营有什么样的反应？就绿营的反应一定都很制式的，一定都在盘算里面的。可是为什么他明知绿营会这样子讲，而且是用立法院院长的身份去呼吁检调？其实我们不要忽略了哈，第一个，其实
立法院院长呢是代表全国呢最高民意的首长，而且呢，特别是这一次立法院的民意蓝跟白加起来是大过总统的40%的选票的啊，所以就这个民意基础来讲的话，其实蓝白在立法院呢才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民意的组合。然后在民进党政府赖清德政府在过去的这一段阶段时间。不管是其他的这所有的院了哈，行政院也好啦，这个司法院也，行政院就不用讲了。这个司法院呢，大法官会议，他们所做出的决定，通通都是倾向于民进党的啊，倾向于政府的解释。然后监察院也是这样子啊，监察院呢就是办蓝白啊，不办绿啊。那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检调呢，又在这次大罢免的时候呢，真的是太难看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这个践踏自己的角色啊，甘为执政党的这个走狗。在这个时候，如果身为立法院的院长，他不站出来喊出一些真正是一个有力量的一个谈话的话，我们国家会依于湖底啊哈！而且呢，这是一个非常政治性的考量啦。韩国瑜呢，他今天当然他先是国民党的不分区立委，然后他才能够当上这个立法院院长嘛。然后你说再讲到说国会议长到底要不要行政中立的这件事情上面，你看那个美国的那个众议院议长，他也没有在什么行政中立啊，他也是一样在参与这个政党活动啊。所以说这并不是一概而论的啦哈。而且呢，就民进党来讲的话，民进党在国会多数的时候，游锡堃啊、苏家全，他当这个立法院院长，他当然可以不参与政党活动，他当然可以保持议事中立，因为他根本就是行政院的立法局嘛。那真正在当这个立法院长的是谁？是柯建铭嘛。所以说，在这种情形之下，如果说韩国瑜在明天的426大行动的时候，在黄旅呢被收押的情形之下，他依然还是保持着好院长，我自为之，岁月静好，我才觉得他真正的是要被在蓝营的现在和未来的这个政治的这条路上，他才真的会被扫地出门嘞。谢谢大家回来。好，那么台北市5个国民党委员呢，都被民进党罢免的2阶段达标了，要进入3阶了哈。徐小青说呢，这个罢免他的联署达到36000份啊，这个等于是150%，就其实不需要那么多的啊，但是呢已经超过啊。王鴻薇联署4万份，也是收件达到150%啊。李彦秀42000份，达到150%。赖士葆25000份。跨过2阶门槛，罗志强24000份也破了2阶门槛，他们还在继续啊，没有就停了，只是说到目前为止，昨天我们告诉大家，就是这个等于是已经破了这个10个2阶10个，这10个还都是台北、新北、桃园主要这几个地区。那今天传出来，等等要问台中3个也都过了2阶哈。王鴻薇说呢，我们很早就定期开会，会团体作战，换句话说。台北市人知道一定会过2阶的啦，从来没有认为说不会过2阶了哈，因为11%就过2阶了嘛，原来1阶的1%，2阶的10%就过2阶了哈。那所以蒋万安他说呢，我会跟台北市选出来的立法委员们站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期待司法公平公正标准要一致不能够呢蓝绿标准不同那蒋万安说呢，这个他前2天到民进党的这个。党团然后呢，这个一人独占群雄，所以有人说他变成超级赛亚人。蒋万安说，因为我遇到不公不义我小时候喜欢看漫画孙悟空如果要变身72变有2个条件，第一个是呢他是温和沉稳的，第二个是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就改变了来我们看一下。里长喊得热烈，也是因为蒋万安最近形象大转变。威派气功。去
去年6月，台北上蒋湾扮成七龙珠悟空，宣传清水节。如今1年过去，似乎真的变身，不再温良恭俭让，而是一人大战民进党。我小时候看漫画，我知道悟空要变成超级赛亚人要2个条件，一个是温和沉稳，第2个是遇到不公不义的事情。口中的不公不义，因为看到最近党内司法遭遇，蒋万安在和国民党立委合体，因为反公护台志工联盟24号宣布罢免徐巧芯连署份数已达36000份，突破2阶段门槛。民进党议员许淑华就批评，这显现徐巧芯轻忽民意。我们台北市5个立法委员呢，国民党籍的都达标了，那所以呢，我想就是呼吁大家出来投票，投不同意罢免。他们都非常关心地方的事务，也都很愿意倾听地方里长的意见和心声，所以一直以来，我和台北市国民党5位立委都坚定站在一起。台北市5名蓝委都达标，传出绿营预计20名国民党立委可过2阶段，力拼母亲节前后一起送出。每一个动辄都是3万个人出来联署，这是相当不容易的，表示人民确实是愤怒的。那应该蒋万市长应该跟这5位委员好好的思考，为什么会让人民这么的愤怒？大罢免牵动士气，还有许多人的政治生命。毛生怎么看？蒋万安救得了5个委员，还是5个委员可以自救？一点办法的这个帮忙或者救他们的效果都没有，因为蒋万安的特性，蒋万安的在这些民团，在这些绿营的人的眼中啊，蒋万安跟其他5个一样可恶啊，只是没有办法，要不然一起罢免，通通罢免啊。所以但是呢，我今天因为有罗委员在场，台中的这4个，我们讨论台中，下一个讨论台中。不，我知道，我现在是讲他们4个跟台北的5个。性质是不一样的。今天呢，我很讶异，那个郭正亮讲什么？他说台北5个都过啊，他说4个其他过他可以理解，到其中1个他想不通。赖世宝，他就想不到说赖世宝怎么也在里头。他说赖世宝已经当委员当20多年了，他就是他的判断，赖世宝没有那么，就是说民团的眼中没有一定非去不可。郭正亮，你这个台湾 No.1 的政治观察家，你连这一点都会犯错。赖世宝跟其他说有哪一点一样，还是哪一点不一样？赖世宝就是蓝，你觉得赖世宝不蓝吗？赖世宝是马英九最忠实的信徒啊！马英九走到哪里，赖世宝跟到哪里。今天在台北，不是因为你这5个混蛋，这你5个表现不好，是因为你们蓝，而且蓝的让他们难过，所以他们才要报名。要相信我，因为今天不管蓝不管绿，像我这样愿意坦白讲这个事实的真相的，几乎太少了。因为我讲这种话，两边都得罪啊，他也讨厌我啊，你们更讨厌我啊。但事实的真相是这样。我请问你，在新北市，罗福柱的儿子叫罗明才，罗明才有那么可恶吗？罗明才比起台北市的这5个，谁比较值得罢免？你告诉我嘛，我有答案，但是不需要我告诉你嘛。但是罗明才危险不危险？一点都不危险。所以这个没有天道，没有公理。这一开始这个大罢免就是混蛋，这个大罢免就是乱臣贼子，这个违法违宪的一种勾当，是国民党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点不出来声讨啊，所以才走到今天。所以呢，今天台北市这5个被要罢免的人，跟蒋万安的性质有没有一样？一样啊。所以蒋万安帮得了忙吗？蒋万安帮不了忙啊。那明天要3个人，那3个就是管仲明、韩国瑜还有马英九，那3个人也帮忙不了今天台北市的这5个。为什么？同质性太高了啊！什么样的同质性？就是蓝。我哥告诉你，他们就是要洗把蓝的，尤其是深蓝的，尤其是他心目中你深蓝到有一点带红了，他们要趁这个机会把它洗干净。你要了解事情的真相是这样。不过老沈这样啊，不是这样。他要把反罢免的，你觉得不是？不是，是啊，你讲的没错，他们要罢免，他的理由你讲的没错。是啊。那他们出来干嘛？他们不是要说服绿的嘛？对呀，他们希望蓝的能够出来嘛？对呀。因为民进党罢免他，就因为他蓝嘛。对呀。那如果蓝的都不出来，那不就罢掉了吗？对呀。所以呢，这些人出来的意思是说，没关系，绿的反正罢嘛，对不对？你就提嘛。而且已经成了2阶了嘛，但是蓝的要出来投票啊，如果蓝的不出来投票就罢，所以他们的作用不再说服绿的，所以你不是
你们去干好了。但蓝这边要出来嘛，蓝这边如果出来的话，如果超过25%或超过绿的，他就不会罢掉，一直是这样子。一句话就好。你说，你们要警觉到最近这几个月，也许最近1年，这个蓝绿的基本盘，跟从民调的抽样就可以看出来，是大幅的萎缩啊。现在蓝的基本盘差不多是绿的一半了，那蓝的加白的还抵不过绿的啊。那现在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就好了，这为什么跑掉呢？为什么萎缩呢？为什么人家问你不敢讲呢？这一群人明天会不会去？还有这一群人会不会因为那3个我刚才讲的在台上，大声疾呼而改变他们的想法？这才是我心中为你们担忧的一个问题呀。不是，你听我讲，不过按照基本盘老丁最近才发表一个民调，我相信老丁的民调上个礼拜5%，民进党基本制盘25%，国民党17%，民众党8%，国民党加民众党还是超过民进党，但是都萎缩了，跑到哪里去？看人不看党，中间选民啊，50%都跑了，不是说大家对政党现在都有点失望。就跑到这个看人不看党那边去，所以各党都要努力去把中间选民挖回来了。中间选民原来可能有支持啊，但是中间选民也许不是真的中间选民了，只是他不愿意表态了。我一直不认为中间选民有那么多了，我认为中间选民就25%到30%，但这变成50%很近啊。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我这个躲起来算了然后看看到底未来的发展怎样，可能会变成这样。来，民调专家，尤其是在最后8月份一定是蓝绿对抗嘛。蓝绿对抗如果蓝绿对抗再加上有一点司法的寒蝉效应，当然隐性选民就会增加，这是合理的推断老沈讲话讲没有错，但是一直讲了一半。最后如果说是蓝绿对决，那可以去鼓舞士气，可以去添柴火的，都是要请他去上台。因为他多少就有他的支持者，就有他的选民，要动员啊。平常讲我是从我们这个我现在不是政治人物，从我的角度来看，台湾真的现在只有一个字来形容是最好，就叫乱。立法院你们立法院开议从去年2月1号到现在，马上就15个月了，可不可以告诉我你们做了些什么事？行政院做了一些什么事？老百姓记不得就是乱，对吧？就是斗。平常讲台湾再这样搞下去，再加上美国关税把我们搞得880亿的什么要补助款，这怎么算出来的？我真的我自己教书的，我都觉得好奇怪，这怎么算出来？美国还没有定案，你就可以把它算出来我真的不晓得第三个，老公的船每天绕着台湾，我就不相信外资会在台湾投很多。这3个问题，我是觉得是台湾真的。就用一个字来讲，就是叫乱。台湾要乱到什么时候？等大罢免结束，尘埃落定以后，我们看看希望往后立法院还有将近2年多一点点的时间，可不可以替人民做点事？你太天真了。但罢免过了以后，不管结果如何，我说可能还要乱，你知道吗？还要乱，继续乱。有那么简单啊？就是我没有不同意大佬的那个讲法了但是呢，关键就在于是说，因为罢免跟反罢免，它就是一个动员和仇恨动员的一个结果嘛。我今天呢，绿营这边呢，绿营罢免的团体，它展现了足够的那种仇恨跟动员的能力，所以才会让徐巧芯。什么联署已经达到150%，所以大佬刚才讲的都没有错啊，他们这些人都已经被定性，而且讲得很难听啊，什么除内贼啦、共匪啦、匪谍，反正他们一律的都被贴上这个标签那但是现在对于蓝营来讲，他为什么非常的需要426的这一场的造势？在之前的时候呢，大佬也觉得426的。国民党的这个造势是很笨嘛，就这个时候花这个时间干嘛？干嘛那么笨，都要花这个时间？但是呢，大佬可能没有想象得到，就是说国民党的支持者，真的到现在为止，还有非常多的人不知道，说我反罢免是要出来投票的耶，是要你当天呢，你要出来投票，然后投下。比如说我支持徐巧芯，我反罢免，我要投下不同意票，徐巧芯才不会罢掉。我非常的惊讶，而且呢，跟我反映就说那些是要去投票的人，原来是要去投票的
并不是说什么知识程度比较低啦或什么，没有就是很多都是可能原来是中间选民，或者是说甚至于原来是比较偏一点点蓝的，他们都不知道。因为对于罢免这件事情来讲，他们在这一段时间，因为民进党搞得社会太乱了，他们呢已经非常的厌烦了，他们就会很自动的呢不去关心这方面的新闻。所以说，对于国民党来说很重要啊。当你这个台北市的5个都已经过了这个二阶之后的话，它就是一个决战的时刻，怎么样催出反罢免的东西？反罢免的人越多，他才有可能赢嘛。30秒，我讲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昨天啊，我在街头看到拿着就是说驱除黑心的，就是要罢免徐巧芯的街头，他拿着旗子，他就是在那边广告嘛。我就上前啊，我是很鸡婆的，我跟你不一样，我连在加护病房都忧国忧民的，所以这个时候我当然很鸡婆啊，所以我就上去问他说：“你们真的觉得徐巧芯那么可恶吗？你们真的觉得徐巧芯那么令人讨厌吗？”你晓得他的反应什么？他不理我，他掉头，他不理我。不是为了这个，他就是要把他罢掉，就是你开始讲，我讨厌蓝的，我根本不喜欢蓝的。我告诉你啊，昨天我也问了，因为我看了昨天就5个台北市通过，我就问他们，立法院这样很乱嘛哈，你们到底做了什么事情？你们只要跟选民交代嘛。他们给我几个啊，第一个财政收支划分法修正了，对不对？台北市4年可以多分1600亿，台北市的建设市民不关心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他们修正了就业服务法，80岁以上老人不用82量表，这个蛮重要。80岁有很多90还跑进那个医院里面，他们排队，他们搞半天呢，还要检查你那个智力到底有没有衰退什么一大堆哈。然后另外呢，食品卫生安全卫生管理法，瘦肉精要强制标示啊。另外呢，很重要一点，修正工会法，让公务员跟警察、消防人员可以组工会，这非常重要的哈。然后另外呢，修正中小企业发展条例，为员工加薪的企业可以减税，劳雇双赢。当然这不是指台北市5个，就是其实国民党立委全部了。但是台北市立委说，我们也在里面呢，我们也支持这个法案了。所以他也不是都没有支持，因为现在每天打成一团，闹成一团，哎，大家已经都忘了哈。所以立法院到底做了什么？休息一下再回来。我跟你讲，好，刚刚讲台北5个国民党立委都达了2阶的标哈，那等于是重新选举了啊。那台中F3这个廖伟翔、黄建豪还有罗廷伟也都到了2阶的达标啊。然后呢，台中是有6区的，不是只有这3个啊，还有呢这个严宽恒、杨琼英、江启臣，他们就说呢，这3个也要把他们达标，所以6区也要跟台北一样的，全都要把他们罢掉啊。那黄建豪收到了44426份，突破120%，就是比那个要求要达标的多20%了。廖伟翔33000份到120%，那罗廷伟呢是27337份，突破法定门槛啊，但是大概刚突破了哈。那另外呢，这个曹新成说呢，应该要达130%的标啊，民进党应该做罢免团体的侧翼，因为民进党现在都讲不是我们啊。是人民团体啊，那这个另外呢，赖清德的信赖之友也临门一脚所以呢，到底多少蓝的到最后会过二阶？所以一般大家认为说会有20席，昨天就10席，在今天3就已经13了，所以应该有20席了哈。那蒋万安他曾经提出来说，干脆倒戈算了他说这个比较有弹性了反败就是说这个化被动为主动了。因为没有民主国家执政党搞像这样的搞大罢免，没有，真的全世界没有一个1-2个也许还有罢的，什么全面国民党一共才30几个区域立委，如果搞掉20几个，这不是等于全面罢了吗？那所以呢，他说呢，干脆团结来说哈要一场关键性的圣战那要凝聚这个支持者的这个力量，要凝聚起来让我们看一下。我说过，我提出倒戈的主张就是一个选项，让大家有更全面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同时，在讨论过程放入这个主张，也能够让策略保持弹性，也能够凝聚在野的力量，而且就是一个重要的契机。更重要，要让大家知道，全世界所有民主国家
没有一个像民进党这样搞全面大罢免的执政党。来，老沈，是这样哈，明天的游行，你们觉得会不会有人举牌子说倒戈？我保证没有。这个题目老早就已经不是题目，不成议题了。现在全台湾啊，真的，你看国民党的讲法，党团里头说，好多人啊支持倒戈，就是多数了，绝大多数。朱立伦说，我了解的绝大多数的立委不要倒戈，一个这么重大的议题哦，主席的看法跟党团代表、党团出来讲法完全南辕北辙。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啊？所以呢，我告诉你，我的观察。现在还认为倒戈是对的，全台湾只有2个人，一个我说他是这样，啊，我就不讲了啊，他就是这样，啊，还有另外一个是谁？就是他，但是呢，他当然不这样，他当然不这样，在我面前不好意思讲的，不是，我一定要讲到哦，你不会生气的嘛，啊，他是这样，他是这样，他是这样，因为上次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嘛。我问他，我们现在是不是黄花岗之役的前戏？没有那么坏，但是我们有没有劣势？说明天我们去打死挖定？我告诉你，我向主持人报告，你手下没有劣势。我没有手下了，好吧？这样你没有劣势，你只有孤单一个的劣。你的心，你的雄心还是放在开打房，你只是把你的雄心里头的劣的气氛带出来，不够的。我跟你讲。倒戈是不可能的，逻辑上是不通的，也没有人愿意的，这是一个死的议题。好吧，来有影响。我的看法其实就是说，这个最后一定就成为政党对决了，这个我觉得是逃不掉的。那刚刚乃金姐其实一直有提到哈，其实最后就是看大家的动员大家的论述，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是势必走到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我觉得其中一点，我觉得大家也很重视，就是虽然政党这个动员，可是如赵大哥说到，如果大家都是差不多2成多的话，那个关键席次就变就是如果大家都可以动员得到，不一定了。但如果动员到，关键席次就变中间选民了。那中间选民就变一个很大问号，就是中间选民到底能不能接受你大罢免的论述，或者这个中间选民觉得说，大罢免是正确。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接下来大家可能要拿捏。所以，例如说其实我完全觉得国民党现在如果提到。这个所谓的不然全面解散国会全面重来选的话，我觉得这对于中间选民反而大家会觉得好像也不是不行讨论的一件事情啊。因为既然都已经是政党对决走到最后，那你不如就是但是这个当然牵涉到一点嘛，就是最后各政党的一个算盘嘛，对不对？就是说，可能像很多公民团体、民进党认为说，我们如果最后是20几席走到第3阶，然后国民党只有几席的话，那全面解散反而对我不利。那国民党换句话而言，认为说，如果我已经这么多席次全部都已经要选举了，那你只有几席，那我是不是应该去推荐？所以我觉得最后应该还是会是一个利益考量为基础点啊。那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就坦诚啊，就是我觉得就是政党对决了。就是说到最后要采什么措施，就看2阶的结果。没错。2阶的结果，如果说国民党通过2阶的很少，那干嘛倒戈呢？如果国民党通过2阶的非常多，因为每个人现在判断不一样，有的人认为说35个通过2阶。有的人说大概最多15个、20个，就看你到底多少嘛。如果通过2阶的很多，那就跟重选是一样的，而且重选你要50%大概才能当选，罢免只要25%就罢免你了，那这个账你不会算吗？算一算也就知道了哈。反正2阶，因为大概民进党罢免国民党在5月初2阶就出来了，还有10天的，大概都是5月4号、5号、6号，要有10天的补件。国民党罢民进党的大概就是6月初，6月6号、7号、8号。但是呢，国民党罢民进党那是第2阶段，第1阶段是看民进党多少通过2阶，那个就是一个全面开战啊！来，这个志涵。我想罢免绝对没有冷战的空间。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已经是个积极的热战，而且不要忘记了，其实民进党是掌握最多的资源。到底倒戈有没有空间？其实我也是不太认同哦，因为不要忘记，其实呢，如果要倒戈的话，整个主控权还是在赖清德总统的身上。不过，我希望大家能够回头回想一下，到底为什么现在要走到这么激烈的政党对立？到底为什么我们要走到这一天？这个大罢免到底是谁发起的？然后为什么人民要这么积极去反恶霸？到底赖清德政府执政之后，到底想给人民什么东西？反过头来反求诸己的想，今天这个样子真的是民进党想带给台湾的样貌吗？这样子乱的民主是我们想要的吗？对，你们讲的没错了。最后要不要解散国会改选是赖清德决定，但是
如果在立法院通过要这个倒掉这个走荣泰，赖清德如果说我不要全面改选，丢脸是他啊，丢脸不是你们啊。换一个潘孟安，那不一样，但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丢脸是他，就你不敢。因为你开始的时候，你那个什么柯建铭天天讲，你们倒啊，你们有种吗？你们倒啊倒，弄了半天你居然不敢，就表示你这个涉理内任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对蓝军的气势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来，这个庭委，我觉得蒋万安提出这个倒戈没有对错，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最近闷了一阵子的这个在野势力啊，蒋万安说出这些话，毕竟是给在野力量新的一个出口，整个民意的出口，我想大家都会在讨论，在讨论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可以进而去唤醒许多蓝营的这些支持者要出来支持我们的论述，甚至出来投票。但我还是要讲，罢免是我们所有赋予我们所有的人民给予监督民意代表的一个机会。但是大罢免、二职的罢免，它就是政党的对决、政党的恶斗，最后是苦了人民。我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分享，我去年很辛苦努力的，我只争取到了5亿。但是现在这些建设在我们台中市，可是未来我们透过财划法，1年262亿可以拨给台中市，可是这变成我的罢免理由，我会继续为台中发声，我不会退却。来，黄泰雄，那个刚才讲2阶段是150%，就是15%的人出来联署，再加上1阶段的1%，是啊，2阶段只要10，是啊，就我刚才现在要讲的就16%。投票率是70%的话，换句话说，有将近23%的人支持，这个代表说，民进党支持民进党的人是很集结的哦，是很集结的。所以最后如果说到8月份。